随着司马懿与孙权的离世，大三国时代也逐渐落下了帷幕，魏、蜀、吴三个政权全都陷入了权臣掌权的局面。那么，魏、蜀、吴分别都经历了哪些变革，致使三国逐渐走向没落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司马懿和孙权病逝及费祎遇刺身亡。首先，我们来看曹魏政权。高平陵之变后，司马懿便开始大权独揽，皇帝曹芳任命他为丞相，并且加赐酒席，但都被司马懿给拒绝了。第二年，司马懿再次称病，不理朝政。每当朝廷遇到大事，皇帝曹芳只能亲自前往他的府邸，征询他的意见。当然，他这次是真的病了，不再是装病。251年8月，司马懿病逝于洛阳，享年73岁。之后，司马师被拜为大将军，执掌魏国的军政大权。司马师字子元，是司马懿的长子，他为人沉着坚强，有雄才大略。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时，司马昭担心的彻夜未眠，可司马师却像平常一样安睡。次日清晨，他便亲自率兵镇守城门，控制京城。而且他还秘密地供养了3000名死士，散落于民间。起事之日，便突然聚集于京城，发挥了关键作用。252年4月，司马师得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：东吴的孙权病逝了。于是他任命自己的弟弟司马昭为都督，率领3路大军准备攻伐东吴。那么孙权病逝后，东吴的接班人又会是谁呢？早在刘备发动夷陵之战的当年，孙权就将年仅12岁的孙登立为了太子。然而241年5月，年仅33岁的孙登却英年早逝了。60岁的孙权震惊悲婉，悲痛到无法抑制。之后，由于次子孙律早亡，孙权便将3子孙和立为太子，4子孙霸被封为鲁王。然而，由于孙权极为宠爱孙霸，致使孙霸身为鲁王，却与太子享受着同等待遇，甚至在礼仪上也没有上下之分。满朝文武多次劝谏，但孙权执意不听。渐渐的，孙霸便有了非分之想。他积极结交知名人士，亲自光临官员的府邸，集聚自己的势力。最终，朝中大臣分成了2派，其中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、陆逊的外甥顾城和顾谭、驸马朱据和滕胤、朱然的儿子施济、尚书丁密等人支持太子孙和。而平定了胶州的布置，镇南将军吕岱、驸马全琮、吕范的儿子吕据、中书令孙弘等人则支持鲁王孙霸。东吴的两雄之争就此拉开了序幕。此时，陆逊身为丞相，但兼领武昌事，不在京城，全琮便派人给陆逊送信，征询他的意见。陆逊认为，无论支持太子还是支持鲁王，都会形成派别，这是古人最忌讳的作为，因此他选择保持中立。但是，身为丞相，他怎么可能在皇位的继承问题上独善其身呢？何况他的侄子陆胤、外甥顾城等人已经站到了太子那边。由于全琮的次子全季是孙霸的宾客，陆逊便给他写信，劝他学习汉武帝时期的金密堤。结果全季不但不听，还非常的愤怒，决定拿他的外甥顾城开刀。他以诬告陈寻虚报战功的方式，将陆逊的外甥顾城和顾谭牵连进来，致使他们被流放于胶州。就这样，孙霸的实力不断壮大，甚至连长公主孙鲁班也站到了孙霸的阵营。孙鲁班字大虎，起初她嫁给了周瑜的长子周循，结果周循英年早逝，于是她便嫁给了魏将军全琮。由于她和太子的母亲王夫人不和，担心孙和继位后对自己不利，于是便选择支持孙霸。孙大虎极受孙权的宠溺和信任，于是他便经常在孙权面前诋毁太子孙和。孙和无奈之下，只好派人前往武昌向陆逊求助。陆逊出于公心，屡次给孙权上表，让他区分嫡庶，不可纵容鲁王，可孙权不予理睬。陆逊请求让自己回京面谈，但孙权不仅不准，还回信责备他私自打探宫中机密。最终，陆逊怀恨而终，终年63岁。随着陆逊的去世，孙和与孙霸的矛盾便不断升级，孙权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袁绍和刘表的结局就是他的下场。于是他打算既不立孙和，也不立孙霸，而是另立太子。然而孙权刚有这个想法，
就被孙大虎给察觉到了。那么他是如何知道的呢？一方面，他深受孙权的宠爱，又是女流之辈，孙权在言语之间便没有对他防备。另一方面，孙大虎有个情人是孙权的亲信，官拜侍中的孙俊。因此，当他察觉到孙权有另立太子的想法后，立即放弃孙霸，前去攀附孙亮的母亲潘叔，并将自己丈夫权从的族孙女许配给孙亮。然后，他便在孙权的面前不停地夸赞孙亮。孙亮是孙权最小的儿子，他的母亲潘叔也是孙权晚年最为宠幸的妃子。于是，孙权便下定决心，准备重新册立太子。首先，他下令软禁太子孙和，然后赐死鲁王孙霸，并将孙霸的党羽全季等人全部诛杀。两宫之争终于落下了帷幕。只是全季在临死之前，不知道对他这个后妈孙大虎作何感想。然而，太子被软禁后，以朱据和屈晃为首的诸多大臣将泥巴涂抹在自己头上，捆绑着双手跪于宫门之外，为孙和求情。这让孙权非常反感，斥责他们无理取闹。可是不但他们不听，陈政和陈相也跟着上奏劝谏。孙权大怒，立即将陈政和陈相满门抄斩，将朱据和屈晃杖责100，其余劝谏的几十位大臣则有的被诛杀，有的被流放。最后，孙和被废为庶人，流放到故章郡，改立孙亮为太子。251年11月，孙权在南郊祭祀天地的时候突然风疾，一病不起。12月，他急召大将军诸葛恪入朝，拜其为太子太傅。252年4月，孙权在内殿驾崩，终年71岁。7月，他被安葬于蒋陵。蒋陵位于南京市玄武区紫金山南麓明孝陵景区的梅花山内，现在仅存有一块石碑、一座石桥、一个注释牌和一座石像。随后，太子孙亮继位，改元建兴。这一年，曹魏的皇帝曹芳21岁，大权由司马师把持；东吴的皇帝孙亮年仅10岁，大权由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把持。蜀汉的皇帝刘禅虽然已经46岁了，但朝政依然由费祎把持。接下来，我们就走进蜀汉政权。诸葛亮病逝之后，蒋琬被拜为大将军，掌管着朝政。之后，他率军前往汉中，继续践行诸葛丞相未完的使命。然而，他到达汉中后，不是继续攻打陇西或者进逼关中，而是大造舟船，准备沿着汉水和沔水东下，攻取上庸3郡。刘禅召集群臣商议，大家一致认为，从水路出兵固然容易，但是一旦失败，很难撤退。于是，刘禅便派遣费祎和姜维前往汉中，试图劝阻蒋琬。蒋琬便给刘禅上书解释说，曹魏占据着9州之地，已经根深蒂固，很难被彻底吞并，所以我们只能与东吴合力，互为犄角之势，就算不能迅速地吞并曹魏，也能慢慢地将其蚕食。但是由于上庸等地的阻隔，我们与东吴的信件传输很慢，无法及时联络。只要打通上庸3郡，我们就可以通过水路与东吴相连。另外，他与费祎等人商议，认为凉州的地势险要，羌胡人心存汉室，因此他建议任命姜维为凉州刺史，出军西北。我率军屯驻在福县为后援，福县地处水路通达之地，无论出兵东北还是西北，都能应对自如。刘禅这才明白了蒋琬的战略意图，便同意了他的方案。10月，蒋琬进驻福县，然而还未开战，他就病倒了，连忙请求刘禅将益州刺史之职让给费祎。11月，蒋琬病逝，费祎被拜为大将军。248年5月，费祎前往汉中，继续谋划征伐曹魏之事。在此期间，姜维自以为熟知西北风俗，所以他想拉拢羌人和胡人为蜀汉所用，以便控制陇西。可是每当姜维想兴兵前往，费祎总是加以制裁，使姜维率领的军队总是不超万人。姜维不明所以，费祎便对他说，我们这些人与丞相相比相差甚远，连丞相都不能平定中原，何况是我们呢？所以不如保国治民，守住江山社稷，将建功立业的机会留给有能力的后人来完成，切不可抱着侥幸心理，以为打一次大仗就能决定胜负，要不然只要事与愿违，后悔都来不及。251年夏，费祎准备返回成都，结果有望记者说，
成都没有宰相的位置，于是费祎便率军屯驻于汉寿。然而1年多之后，他却在这里被郭修给刺杀了。那么郭修为何要刺杀费祎呢？郭修原本是魏国的将领，姜维攻打陇西的时候战败之后被俘，刘禅便将他封为左将军。可是郭修不为所趋，一直找机会准备刺杀刘禅，却总是无法靠近。于是他便改变主意，准备刺杀蜀汉的2号人物费祎。253年正月初1，费祎在汉寿举办岁首大会，郭修也在邀请之列。宴会上，他趁费祎酒醉之时，立即掏出藏在马鞭之中的小刀，刺向费祎，致使费祎身受重伤。几天之后，便一命呜呼了。郭修也随之被杀。随后，蜀汉的军政大权便落在了姜维手中。那么，姜维到底是9伐中原，还是11次北伐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诸葛亮的数万大军攻不下1000多人驻守的陈仓城，那么他为何不直接绕过陈仓去攻打眉县或者雍城呢？这是最近评论区问的比较多的问题，包括诸葛亮为何要驻守5丈原，而不是直接攻取长安等。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解读古代的城池为何不能直接绕过去。首先，第一种情况是，有些城池和关隘根本就绕不过去，比如潼关和剑门关以及襄阳城等。剑门关我们后面会详细讲述，先来看襄阳城。襄阳城雄踞汉水南岸，与樊城隔江相望，两城互为犄角，形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。城的南边和西南是崇山峻岭，其余方向则被汉水环绕。这些天然屏障赋予了襄阳城得天独厚的防御优势。而且襄阳城还拥有我国古代最宽的护城河，最宽处接近200米，因此想要攻下襄阳城，需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。当年关羽攻打襄阳和樊城的时候，水军已经完全控制了汉水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也只能将城外的于禁和庞德消灭，却无法攻下城池。只要城池没有被拿下，他就不敢全军继续北进，否则一旦绕行，后勤补给就会被敌人切断，使军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，甚至可能因为粮草断绝或者敌人前后夹击而遭受惨重的失败。所以说，只有解决了后勤补给以及腹背受敌这2大难题，绕过城池才有可行性。而要保障后勤，避免被敌军截断，就需要具备远超敌军的机动性，甚至能在敌人的包夹中快速突围，显然是难上加难。而这样近乎离谱的要求，在三国争霸策略手游霸业中却将不可能变为可能。因为在游戏中有一种行军加速卡，可以让军队无需征兵铺路，直接1秒到达目的地，不仅能让后勤部队赶在敌军截断前与大军会合，即便被敌军包夹，也能迅速脱离战场，保留有生力量。不仅如此，游戏中的三国所有武将都可以任你招募，不同国家的武将也能齐聚一国。比如关羽攻打襄阳和樊城的时候，让吕布和太史慈等猛将从旁策应，再加上行军加速卡，也许就能扭转战局。现在霸业开启66节，每天登录都能领取周年福利，更有央视三国联动的新版本上线，带你重温94老三国梦，还可以免费领取限定版英雄王朗、94版三国的怀旧宝物、诸葛连弩以及马云禄专属皮肤等。可惜现实终究不是游戏，在古代的战争中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否则绕过襄阳城这样的战略要地几乎是不可取的战术选择。首先，我们来看攻打一座城池会面临哪些挑战。城池不单单只是四面普通的城墙，城墙的高度和厚度以及倾斜度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，以确保守军可以在城墙上轻易地攻打敌军，而敌军却很难攻打守军。每一座城池都会修有护城河，而护城河的位置刚好在守军的射程范围之内，所以攻城方要想越过护城河，就需要在敌人的万箭齐发下进行，伤亡必定不会少。下一步便是架设云梯准备登城，而这时守军早就准备好了弓箭和火油，以及石头和金枝等防御措施，等待着问候敌军了。所谓金枝，就是将粪便熬煮成滚烫的液体，从上往下浇，被浇到的人必定会被烫伤，而烫伤后细菌就会感染，以当时的医疗条件，基本就无法活命了。另外，弓箭和石头也会从天而降，砸在士兵的身上，
火油则会烧毁云梯。可见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攻城方的伤亡无疑是非常巨大的。与此同时，攻城方会使用工程车去撞击城门，但是城门是由厚重的木板制成，很难被撞开。何况城内也有士兵从里面顶着木门，城楼上还有人不断的往下射箭、浇金枝、扔石头，伤亡也非常的巨大，并不像影视作品里那么轻松。当然，攻城方还会使用井字形木栏，让士兵登高射击，或者使用投石车为登城和撞击城门的士兵做掩护。最后，即使攻城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，终于撞开了城门，也并不是直接就可以入城了，而是会进入瓮城。在这里，守军可以360度无死角地进行射击，攻城的士兵连躲藏的地方都没有，这便是瓮中捉鳖。那么，既然攻城如此艰难，可不可以不去攻城，而是直接绕过去呢？问题是，之所以选择绕过陈仓，是因为陈仓城里的1000守军太难打。可是，如果连1000人的守军都攻不下来，去攻打眉县或者长安，会有胜算吗？只要将士们有了这个疑问，军心就会动摇，接下来的仗就更难打了。那么，有没有绕过城池而取胜的呢？当然有的。比如，我们之前讲解过霍去病的河西之战，后面会讲到的朱棣，他从北京绕过诸多的城池，直接攻打南京，以及近期会讲解的邓艾，他绕过剑门关，直取成都等。但这些战役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，轻易是无法模仿的。关于邓艾为何能够成功，我们近期就会详细讲述。姜维继承诸葛丞相的遗志，前后11次北伐曹魏，是诸葛亮5次北伐的延续。按照《三国演义》的描述，姜维9伐中原，但按照《三国志》和其他历史资料的记载，姜维共计发动了11次北伐。接下来的几期视频，我们就以姜维北伐为主线，串联起魏、蜀、吴3国的历史走向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姜维前5次北伐，以及连结羌胡。姜维，字伯约，天水郡蓟县人，即今天甘肃天水甘谷县人。他的父亲姜炯曾任天水郡的公曹，在镇压羌戎叛乱的战争中战死沙场。之后，姜维被任命为郡中的中郎，参本郡军事。在接下来的几年中，他陆续担任过上计院和从事，以及公曹和参军等职。然而，他的命运却在27岁那年发生了重大的转折。228年的一天，他和往常一样，跟随天水郡的太守马尊在各地巡查，和他同行的还有公曹梁旭、主簿尹赏以及主祭梁潜等人。然而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就在这时，诸葛亮发动了第1次北伐。他让赵云前往包斜道吸引敌人的主力，他自己则率领主力通过岐山道秘密地前往陇西。因此，陇西各郡县被打得措手不及，纷纷投降。正在巡查的天水太守马尊得知后，怀疑姜维等人也投靠了蜀汉，于是立即将他们扔下，连夜逃往了上邽。姜维等人不明所以，也向上邽撤退。然而，等他们到达城下的时候，发现城门已经关闭，并且不准他们进城。姜维等人无奈，只能前往自己的家乡蓟县。可是蓟县也是城门紧闭，不肯让他们进城。就这样，走投无路的姜维等人只能投降了蜀军。没过多久，马谡丢失街亭，导致诸葛亮的第1次北伐失败，姜维便跟随蜀军退回了汉中。就这样，他被迫与寡居的母亲分别，从此再无相见。好在诸葛亮对他非常的器重，任命他为苍曹院加凤仪将军。之后，他跟随诸葛亮数次北伐，屡立战功。230年，他被迁为护军和征西将军，成为了蜀汉的重要将领。234年，诸葛亮病逝5丈原，从此北伐的重任便落在了蒋琬和费祎以及姜维等人的身上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正式走进姜维的北伐之路。他的第1次北伐发生在238年。这一年，司马懿率领10万大军去征伐辽东的公孙渊、刘禅得知后，立即让蒋琬前往汉中，等待时机准备北伐。蒋琬到达汉中后，让姜维率领大军走岐山道，攻打曹魏的陇西之地。姜维奉命出兵，与魏军在南安郡激战了数日。南安郡的治所在狄道，即今天的甘肃省临洮县。最后，由于魏军早有防备，导致蜀军久攻不下。
而且雍州刺史郭淮积极赶来救援，姜维觉得继续攻打已经没有胜算了，于是便率军返回了汉中，第一次北伐就此结束。239年，魏明帝曹睿病逝，年仅8岁的曹芳继位，由司马懿和曹爽共同辅政。第2年，姜维便再次试探性地向陇西发动进攻，但是遭到了雍州刺史郭淮的顽强抵抗，兵力较少的蜀军与魏军僵持了数日后难以取胜，姜维只能下令撤军。然而郭淮见蜀军撤退，立即率军追击，一直追到强中，见蜀军已经撤走，便不再追击，转而讨伐羌人和氐人的部落，第2次北伐结束。曹爽在亲信们的蛊惑之下，逐渐架空司马懿，开始独掌大权，并在邓阳和李胜等人的劝说下，准备征伐蜀汉。244年，曹爽调集10万大军，从淌洛道向汉中进发，结果在费祎和王平等人的阻击下大败而归。此战过后，羌人和胡人对曹魏朝廷怨声载道，曹爽在陇西的威信也大为降低。246年，蜀汉的蒋琬病逝，费祎开始掌权。247年，陇西各郡的羌胡人相继叛乱，胡王智无代将家属留在西海郡，即今天青海湖东北侧海晏县以西，率领大军前去围攻武威。郭淮得知后，立即率军前去平叛，但他不是救援武威，而是率领大军准备前往西海郡，打掉智无代的老窝。智无代得知后非常恐慌，立即率军前来阻击，双方在龙夷北展开激战，龙夷即今天海晏县的三角城。结果智无代不敌，连忙向蜀汉求援，并答应投靠蜀汉。于是姜维便率军前来接应，大军到达桃水以西后，与郭淮和夏侯霸展开激战，最终顺利地将羌胡人救了出来。胡人首领智无代和白虎文等人率部归顺蜀汉，姜维便将他们全部迁移到蜀国境内，第3次北伐结束。姜维本就是陇西人，熟悉陇西的风土人情，所以他准备继续引诱羌胡人归顺蜀汉，从而控制陇西。249年，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，曹魏政权再次发生内讧，姜维便看到了机会，于是他依靠曲山修筑了2座城堡，派遣勾安和李欣等人驻守，然后联合羌胡人进攻附近的各县。征西将军郭淮、雍州刺史陈泰以及南安郡太守邓艾立即率军前来抵抗。陈泰给郭淮建议说，曲山的2座城堡虽然坚固，但远离西蜀，军粮需要长途运输。另外，羌胡人不满蜀汉繁重的劳役，必然不肯长期依附，所以只要我们围而攻之，兵不血刃，就能夺取曲城。蜀军即使前来救援，也因为山路险阻，不会很快到达的。郭淮采纳了陈泰的建议，让他和讨蜀护军徐志以及南安太守邓艾发兵前去攻打。大军到达后，立即切断了2城的交通和水源，勾安和李欣出城挑战，但陈泰按兵不动，不与其交战。不多时，城内的粮草便不足了，将士们饥渴不堪，仅靠残余的一点粮食和融化的雪水度日。姜维得知消息后，连忙赶来救援。当大军到达牛头山的时候，陈泰早已在这里等候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牛头山位于今天甘肃省岷县东南，洮河南岸。陈泰命令属下的将领们各自坚守营寨，不得与姜维交战，并派人给郭淮送信，建议郭淮率领主力向牛头山靠拢，一起歼灭姜维。于是郭淮便率领主力进逼洮水，企图截断姜维的退路。姜维见状，只能下令撤军，勾安和李欣等人则由于孤立无援，献城投降了曹魏。这时南安太守邓艾给郭淮建议说，姜维大军撤离的地方并不遥远，说明他不会善罢甘休，也许很快就会反扑过来，因此我们应该分兵驻守，以免发生意外。于是郭淮便留下邓艾的大军驻扎在白水北岸，以防止蜀军反攻。3天之后，姜维果然派遣廖化率军前往白水南岸扎营，与邓艾遥遥相对。邓艾对将领们说，我们的兵力比蜀军少，按照常理，蜀军应该立即渡河前来攻打，可他们并没有渡河的打算，而是架设浮桥，准备长期对峙。由此可以推断，廖化的作用是牵制我军，而姜维真正的目标应该是率领主力向东突袭陶城。
陶城即今天甘肃省临潭县西南，在白水之北，距离邓艾的驻地大约60里路程。于是邓艾便在当天夜里秘密出兵，抢先占据了陶城。天亮后，姜维果然率领重兵来到了陶城附近，但是得知陶城已经被邓艾占据后，只能撤军而去。至此，第4次北伐结束。此战，姜维虽然未能取胜，但在蜀中无大将，廖化做先锋的情况下，还能与魏国的众多将领对战，并且双方互有胜负。而且费祎掌权之后，坚持休养生息的政策，反对穷兵黩武，因此姜维每次北伐，费祎给他的兵力都不超过10000人，可见姜维能够取得如此战果，已经实属不易了。250年12月，姜维发动了第5次北伐。这次的目标是联合羌人攻打西平郡，西平郡的治所在西都，即今天的青海省西宁市。最终，由于路途遥远，未能攻克西都。此战中，他俘虏了魏国的中郎将郭修，刘禅拜其为左将军。然而，郭修不为所趋，一直找机会准备刺杀刘禅，但总是无法靠近。于是，他便准备改变目标，刺杀费祎。253年，费祎在汉寿开办岁首大会的时候，被郭修刺杀身亡。从此，蜀汉的军政大权便落在了姜维的手中。因此，姜维的前5次北伐都只是奉命出征，他不仅不能自己做主，还受到费祎的极大限制。而且5次北伐都是出兵陇西，目标是以右羌胡人归顺蜀汉，从而控制陇西。费祎去世之后，蜀汉的军政大权便由姜维掌控，也就意味着此后的北伐他可以自己做主。那么他之后的北伐战果如何？还会有其他的阻碍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姜维的第6次北伐是与东吴的诸葛恪同时发起的。那么诸葛恪的20万大军为何惨遭失败？他本人又是如何被杀的？姜维掌权之后的第1次北伐战果如何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姜维第6次北伐及诸葛恪被一灭3族。252年10月，孙权病逝，年仅10岁的孙亮继位，朝政由太子太傅诸葛瑾的长子诸葛恪把持。同年，他便命人修筑了东兴大堤，并在2山之间修筑了2座城关。此时，诸葛恪的堂叔诸葛诞是魏国的镇东将军，都督扬州诸事。他得知诸葛恪修筑东兴大堤后，认为东吴是在为攻打曹魏做准备，于是他给司马师建议，应该立即发兵征伐东吴。11月，曹魏兵分3路向东吴发起攻击，其中中路军由灌秋俭率领，目标是进攻武昌；西路军由王昶率领，目标是江陵。他们的作用是牵制东吴在长江上游的兵力，使其无法支援东兴。最后便是东路军，由司马昭任都督，统领征东将军胡遵、镇东将军诸葛诞，共计7万人马，目标是东兴大堤。大军到达后，胡遵等人便命令将士们架设浮桥，渡过濡须水，陈兵于大堤之上，然后分兵攻打东关和西关。但是由于城关修建在高峻险要之处，一时无法攻破。消息传到建业，诸葛恪亲自率领4万大军，日夜兼程赶往东兴救援。他让丁奉和吕据以及刘赞和唐咨等人为前锋，率先出发。丁奉对其他将领说，大军的行动过于迟缓，如果让魏军占据了有利地形，我们就很难与他们争锋了。于是他亲自率领3000人扬帆行船，只用了2天便到达东关，占据了徐塘。此时漫天飘雪，天气十分的寒冷。丁奉得知魏军前部的兵力稀少，而且胡遵等人正在饮酒聚会，于是他便对手下说，封侯赏爵就在今天。然后他让士兵们脱下铠甲，只戴着头盔，丢掉长矛和大戟，只拿着短刀和盾牌，跳入冰冷的水中。魏军的士兵们远远看见后，不仅不整兵准备对抗，还都大笑不止，嘲笑吴军。吴军上岸后，立即开始击鼓呐喊，冲向魏军的军营。魏军这才反应了过来，可已来不及抵抗，纷纷开始溃败。魏军的前部营垒很快就被攻破了。正在这时，吕据和唐咨以及刘赞等人也相继赶到，魏军惊恐万状，四散奔逃，争相抢渡浮桥，导致浮桥断裂。魏军的士兵们只能自己跳入水中，相互践踏着逃跑。
魏军的将领韩宗和桓嘉等人沉没在水中，数万人战死或被淹死，缴获的车辆和牛马以及骡驴等物数以千计，辎重器物堆积如山，魏军大败而逃。主将司马昭非常气愤，他询问众人说：“此战的失败应该由谁负责？”军司马王仪便说：“应该由元帅你自己负责。”司马昭大怒，立即下令斩杀了王仪。中路军的冠丘俭和西路军的王昶得知司马昭大败后，各自烧毁营地，也相继撤军而还。至此，东兴之战结束。消息传回洛阳，大臣们纷纷上表，建议将此次出兵的将领罢免或降职。可司马师却说，此战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我未完全听从诸葛诞的建议，将领们何罪之有？最终，他只削去了弟弟司马昭的爵位，其余将领则不予追究。诸葛诞和冠丘俭则调换了管辖区域，让诸葛诞都督豫州，冠丘俭则都督扬州。反观东吴，这是诸葛恪掌权以来的首战，也是东吴近年来最大的胜利。因此，诸葛恪非常高兴，决定趁机继续扩大战果。253年春，他准备发动20万大军，继续攻打曹魏。大军出发之前，他派李恒前往蜀汉，说服姜维一起出兵。3月，诸葛恪不顾众人的反对，征调20万大军出兵攻打合肥。都督扬州的冠丘俭面对吴军的大举进攻，命令各地将领坚守城寨，固守待援，并立即向司马师请求支援。司马师连忙派遣太尉司马孚率领25万大军赶往寿春。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，以74岁的高龄挂帅出征。他到达寿春后，认为进攻方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和物力，方能有机会成功，因此他准备暂时不与吴军交战，等吴军的人力和粮草消耗的差不多时再发起攻击。于是全部的压力便都给到了驻守合肥城的守军，而合肥的守军只有张特率领的3000人，他们硬生生地拖住了诸葛恪的20万大军1个多月。城池虽然是守住了，可是病死和战死者已经超过了半数。于是他便假装向诸葛恪投降，而实际上却趁机休战，让将士们有喘息的机会，以及修补城防工事。就在这时，东吴的军中爆发了疾病，很多士卒患上了腹泻和脚气病。当各营的军官每天上报的患者越来越多时，诸葛恪非常的气愤，怀疑军官们谎报病情，于是扬言要把他们全部杀掉，军官们便不再上报患病的人数。此时他明知自己兴兵伐魏将会无功而返，但他耻于承认自己的问题，并且恼羞成怒地将怒火发泄在其他人身上。朱桓的儿子朱毅劝告他立即返回豫章郡，但诸葛恪不仅不听，还将他罢官后遣送回建邺城，夺取了他的兵权。都尉蔡林多次劝说，诸葛恪一概不予采纳，蔡林便策马投降了曹魏，并将东吴此时的军情告知了司马孚。司马孚觉得时机已经成熟，于是立即命令大军出发，前去攻打吴军，并让冠丘俭和文钦率军切断吴军的退路。诸葛恪得知后万分惊恐，连忙下令撤军。可是吴军经过1个多月的消耗，士气非常低迷，在魏军的猛攻之下溃不成军。而且患病的士兵太多，撤退途中大量染病的士兵流落在道路两旁，被魏军俘虏。文钦则率领精锐奔赴吴军的退路河鱼，吴军被斩首了万余人后，才狼狈地退到了江边。然而诸葛恪依然不肯退兵，在江边停留了1个多月，准备让大军前往浔阳去屯垦。可朝中的大臣们心急如焚，不得已只能让皇帝孙亮下诏，以皇帝的诏命强制让他率军返回。最终在一封接着一封的诏书催促之下，诸葛恪才慢悠悠地率军返回了建邺。回去之后，他就怒斥中书令孙黑说：“谁给你们的胆子，竟敢乱发诏书？”孙黑只能主动告病辞官而去。其他赞同皇帝给诸葛恪下诏的官员则全被罢免，诸葛恪重新选任自己的亲信担任。接着他准备继续整军去攻打青州和徐州。东吴的百姓和官员们得知后，对诸葛恪大为失望，怨恨的情绪也逐渐产生，这让孙峻看到了机会。孙峻是东吴的宗室，孙坚弟弟孙敬的后人，同时也是孙权女儿孙大虎的情人。
他与孙亮密谋，准备除掉诸葛恪。于是孙亮摆下酒宴，邀请诸葛恪前来赴宴。最终，诸葛恪在酒宴上被孙峻斩杀，终年51岁。他的儿子诸葛悚和诸葛建闻讯后，准备带着母亲逃跑，结果诸葛悚被追上之后斩杀，诸葛建则被逮捕，弟弟诸葛荣服毒自尽。最后，诸葛恪被一灭三族，外甥张震和常侍朱恩等亲信也全部被杀。之后，孙峻被拜为丞相和大将军，都督内外军事，开始执掌朝政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来看姜维北伐。曹魏与东吴交战的同时，姜维也发动了第6次北伐，也是他自己掌管兵权之后的第1次北伐。他率领数万人出击石营，即今天甘肃西河县西北，越过董亭，即今天天水市西南，之后迅速包围了南安郡。司马师得知后非常担忧，他询问于嵩说：“现在东边和西边的战事都很危急，该如何是好？”于嵩回答说：“姜维手握重兵，与诸葛恪遥相呼应，但他却抢食陇西的麦子，没有长期作战的根基。因此，只要派遣关中诸将急速行军，便可出其不意，将其击败。”于是，司马师便命令征西将军郭淮和雍州刺史陈泰率军前去攻打。当陈泰率领援军赶到洛门的时候，姜维却因为军粮耗尽，率军撤往了汉中。洛门即洛门郡，今天甘肃甘谷县西。至此，军粮不济，再一次成为蜀汉北伐的制约因素。姜维的第6次北伐结束，这一年姜维52岁。